据说某个飞行员将厕所废液排出了飞机，但由于高空的温度极低，废液被冻成了极具破坏力的蓝冰，然后砸向了地面的建筑物。而一些无知的村民还把蓝冰当成无根之水来饮用。为了检测这条留言，留言组包下了洛杉矶机场，但根据机长的描述，飞机上没有一个按钮是将厕所废水排出去的，除非是因为飞机下水道口故障才有可能导致侧漏。由于买一架飞机流程有点久，于是留言组决定先做一个飞机模型。他们用钢铁做出了一个符合空气动力学的钢铁飞机模型，并且凯利给模型加装了一个故障的排泄口。然后留言组包下宇航局的冰冻实验管道，管道前端有一架巨型风扇，它可以制造155米每秒的飓风，并且通过冰道的冷却作用，管道的气温会下降到零下20度。当他们启动机器后，巨型风扇瞬间吹出8级大狂风，然后模型里蓝色废液开始侧漏出来，但大部分废液都在强烈的风速下迅速气化。于是留言组降低了废液的侧漏速度，废液开始慢慢的结成了蓝色的冰块，并且凝固在了飞机模型的表面上。当冰块凝结到25厘米后，蓝冰的大小已经到了极限，但是蓝冰却没有掉下来，而是继续附着在飞机上。于是他们开始模拟飞机下降的过程，气温开始逐渐升高，蓝冰也逐渐掉落下来。这也意味着如果飞机出现故障的话，是真的可能出现蓝冰的，但蓝冰下落过程中可能会融化。为了继续检测蓝冰是否会掉落到地面造成伤害，他们做出了同等大小的普通冰块，并且买了一部小型飞机。但由于格兰和托瑞恐高，于是他们2票决定让凯利抱着冰块上天丢下来。当飞机飞到了4000米的高空后，凯利跟着冰块从高空跳了下来，冰块在空中急剧的下落，并且下落位置完全不可控制。最后冰块掉落在地面，砸出了一个小陨石坑，而且还有一大部分冰块保持了完整样子。所以根据留言的测试，飞机形成蓝冰的概率极小，并且蓝冰只是排泄物凝结而成的。大家可千万不要去田野外发现的蓝冰。据说在辛普森一家中，调皮的巴特在学校厕所里丢了一个樱桃爆竹，马桶瞬间变成了人造喷泉。为了检测这条有味道的留言，直接炸学校厕所的话可能会被拘留。留言组决定将马桶对半切开，以便于观察爆炸时马桶内部的情况。亚当用石膏倒入马桶模具中，然后经过2天半的风干后将其定型，再用防弹玻璃盖住了马桶切开的部分，这样一排崭新的马桶就做好。而且马桶的排水效果非常良好。接着亚当用塑料管开始搭厕所的下水管道。根据巴特学校的厕所构造，每个厕所都会有一个单独的排水管，且这些排水管最终都会连接到一根中央管子上。但留言组想用炸弹炸厕所的消息被警察叔叔知道了，于是亚当被迫写了一篇保证不用炸弹炸厕所的检讨书。接着杰米拿来了自己制作的小型空气枪，这个空气枪可以极快地释放压缩空气，模拟爆炸冲击波的效果。杰米将空气炮接在了下水管道中，当启动空气炮后，空气压力均匀地分布在了3个马桶中，厕所的污水也被炸得喷涌出来，但是却没能实现辛普森一家离马桶像喷泉一样的壮观景象。亚当想，如果厕所堵塞的情况下，樱桃炸弹是否会更具威力？于是他将下水管道完全密封，并且不断地倒入污水，模拟水管堵塞。当空气炮再次启动时，厕所里的污水比第一次更加的澎湃和有味道。而为了更加还原动画的效果，留言组决定偷偷地做一场真实炸马桶的实验。他们来到了无人区，并且将家里的马桶都拆了过来，然后用铁管代替塑料做了一个真正的排水管系统。这样他们就做出了3个真正能用的360度户外露天厕所。亚当用黑火药自制了一个小型的樱桃爆竹，在测试中樱桃炸弹可以在水里燃烧，并且有着极大的威力。杰米将樱桃炸弹塞入了下水管道中，然后远程遥控引爆了炸弹。当马桶遇到了真正的樱桃爆竹后，可怜的马桶被炸弹狠狠地炸了起来，但水是从马桶底部喷涌出来的，并没有实现喷泉的效果。也有可能是因为马桶底部不够牢固，导致马桶承受不住炸弹的冲击。于是他们加固了马桶的连接处，然后将炸弹放在了水管的最低处。在他们第2次引爆炸弹后，强大的冲击波无法快速地从管道里释放出去，爆炸产生的力量可以将水冲出去，但是马桶本身无法承受住爆炸的威力，所以巴特用炸弹炸马桶的留言就此破解。大家可千万不要尝试用爆竹去炸厕所，因为那可太行了。据说从前有种竹子酷刑，把犯人绑在竹子即将出土的地面上，竹子在快速生长过程中会刺穿犯人的身体。众所周知，竹子能够轻松破土而出，但是它的穿透力真的大到足以刺穿人的身体吗？下面留言2老决定展开实验一探究竟。于是他们来到附近的竹林寻找最适合做实验的竹子。竹林看护员向他们推荐了金香玉竹，因为这种竹子的破土生长能力非常强大，关键是这种竹子正值生长期。回到工作室后，却没人愿意冒着开席的风险充当实验志愿者。
于是两人决定制作假人老兄进行实验。为了找出最适合制作实验假人的材料，吉米从菜市场买来了一大块和人体阻力相近的猪肉，通过穿刺测试，刘岩二老测出10磅的压力就能刺穿人体。随后经过不断筛选比对，他们成功找出了最适合的合成材料。经过溶解、浇筑、脱模等一系列过程，亚当很快制作出了完美的实验假人。为给竹子提供完美的生长环境，他们特意在楼顶搭建了温室，把竹子摆放到了里面，然后把假人老兄固定在了尚未破土而出的竹笋上面。接下来，他们将通过观察竹子的生长过程，确认竹子能否穿透假人身体，以及其中花费的时间，进而判断流言是否属实。令人惊喜的是，仅仅过了3天的时间，竹笋就成功钻入了假人体内。由此看来，这种酷刑确实有可能真实存在。但亚当却还想看看竹子究竟能不能刺穿假人继续生长。2个星期后，实验却发生了意外。尽管又有几根竹笋钻入了假人体内，但它们却没能继续生长。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炎热的天气把假人老兄给融化了，而融化的防弹胶正好隔绝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竹笋因此没能存活下来。于是他们只能重新开展实验，而这次实验在露天环境进行。令人震惊的是，仅仅过了2周，竹笋就成功穿透了假人身体，并且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竹树。事实证明，竹笋确实能够穿透人体生长，而且仅需2周，它就能生长成一棵大树。可想而知，过程中给人带来的痛苦会有多么恐怖，所以它被称之为酷刑还是很有道理的。据说开枪时只要快速挥动手臂，射出的子弹就能拐弯绕开障碍物，进而命中后方的目标，并且电影《刺客联盟》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现实中我们真能让子弹拐弯吗？下面留言组决定用实验为大家揭晓答案。于是他们来到了射击场，并将提前制作好的标靶固定好。实验开始前，他们需要先进行几轮打靶练习，以确保大家都能击中靶子。随后3人便选定好了趁手的枪支，开始射击。练习结果显示，几人在没有障碍物遮挡的情况下，都能准确命中目标，但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否依靠抖枪术击中目标呢？一切准备就绪后，格兰首先上场。为了调整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在正式射击前，格兰还特意练习了几遍电影里的手法，寻找感觉。不过在射击过程中，他却提前扣动了扳机。接着上场的是号称纽约快枪手的托瑞。托瑞明显更加自信，只见他一上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动了扳机，而慢镜头也显示他的精准度更高，但子弹也仅仅只是跟猪蹄打了个照面，并没能击中靶子。而随后上场的凯莉也是如此，子弹完全没有拐弯的迹象。很明显，普通人是无法让子弹拐弯的。但考虑到电影中的主角都是异于常人的刺客，他们有着比普通人快得多的甩臂速度，所以如果把甩臂速度加快到他们的程度，能否让子弹拐弯呢？为此，格兰利用气动装置打造了一个挥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完美实现普通人2倍的甩臂速度，并且它还能精准控制开枪时间。随后3人便来到了专业靶场，准备开展实验。为了检验子弹是否发生拐弯，他们在靶场依次放置了5张相隔 2.4 米的纸板。开枪后，子弹会在纸板上留下弹孔，通过镭射笔照射纸板上的弹孔，就能知道子弹是否呈直线。作为对照实验，他们决定先以普通人的挥臂速度进行测试。随着格兰启动测试装置，机械臂快速甩动并扣动了扳机，子弹成功贯穿了5张纸板。通过镭射笔照射弹孔，他们发现5个弹孔形成了一条直线，这也就意味着子弹并未发生拐弯。于是他们将机器人的挥臂速度提高到人类的2倍，然后再次进行实验。然而5个弹孔还是形成了一条直线。要知道，这次测试装置的挥臂速度甚至快过了电影主角。事实证明，抖枪术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实验却并未就此结束。下面为了进一步验证留言信息，留言组决定对枪支和子弹进行改造，看这样是否能让子弹发生拐弯。于是凯莉将枪管的膛线给磨平了，而托瑞则将子弹改造成了3种不规则的形状，以此来破坏子弹的空气动力设计。随后他们再次来到了靶场进行测试。托瑞先用正常手枪发射改造过的子弹，高速摄像机显示子弹在发射过程中虽然发生了轻微抖动，但整体还是呈直线飞行。接着他们又用没有膛线的手枪发射改造过的子弹，而这次子弹的飞行轨迹变得更加凌乱，其中1颗子弹更是倒着飞了出去，但这却并未改变子弹的直线飞行路径。以上实验证明，子弹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拐弯。在只有9米长的赛道里，你认为苏炳添能够跑赢 F1 方程式赛车吗？为了检测这条留言，留言组包下了整个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这个赛道记录了无数的荣誉。亚当开来一部价值1370万美元的 F1 方程式赛车，这辆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386公里，100米加速达到恐怖的2.5秒。人类的极限真的能战胜机械怪物吗？杰米首先代表普通人类出战，
从肉眼上看，双方几乎同时到达终点，但在慢镜头中，杰米落后赛车一个啤酒肚的距离。于是他们进行第二次试验。这一次，作为胖子的杰米明显爆发不够，败下阵来。接下来，杰米跟亚当交换了位置，亚当将借助助跑器进行测试，有了科学的帮助，亚当几乎跟赛车打了一个平手。但在第二次试验中，中年亚当被秒杀了，这也意味着赛车驾驶员的水平和运动员的能力也会影响比赛结果。于是他们请来曾经在05年赛车车祸中幸运生存下来的专业赛车手瑞恩。由于没有请到苏炳添，留言组请来世界第7快的男人华莱士史皮尔蒙。那么高手对决结果是否会不同呢？在起步瞬间，华莱士领先了赛车一个身位，但在4米后被反超落败。后面2次测试结果有所好转，但华莱士依然3战全负，这是他从幼儿园来输的最彻底的一次。显然，在9米的赛道里，人类无法战胜 F1 赛车，但据说苏炳添前10米甚至胜过博尔特。如果换成苏神，结果会有改变吗？据说曾经有6个想当海贼王的海盗被困在了10000米悬崖的古龙中，他们用自身重量将古龙荡到悬崖边，然后抓着藤蔓逃离了悬崖。为了验证这条留言，留言组决定制作一个古龙，他们将8根钢柱弄弯并且焊接在一起，做成一个巨型南瓜球体，并且利用勾股定理让球体更加稳固，给球体增加了海盗元素后，一个漂亮的海盗古龙就做好了。亚当将海盗球挂在起重机上，接下来船长亚当和吉米钻进了古龙里，他们试图用自身重量和惯性让笼子晃动起来，但不管他们如何摆动，笼子似乎都屹立不倒。但根据留言，是有6个海贼同时进行晃动，于是亚当召集了一批志愿测试者，6个人同时晃动，结果又会如何呢？他们首先学习电影里从左跑到右的方法，但因为步调不一致，还容易从笼子中掉下去。为了能控制重心，他们在笼子中间加装了一条带子，通过荡秋千的原理不断进行晃动。但是在空中荡了近40分钟，笼子依然无法大幅摆动，毕竟不是普通的秋千，通过晃动想让笨重的笼子动起来的留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亚当决定跳过荡秋千步骤，看是否能通过人力扛着笼子攀爬上悬崖。他们在楼面上铺上攀爬绳，模拟藤蔓植物。准备就绪后，海贼们再次钻进笼子里面，这一次他们将借助大汉的外力推动。经过几次晃动之后，海贼们成功抓住了墙上的藤蔓，然后他们扛着将近1200斤的笼子开始往上爬。虽然要和笼子和自身的体重较量，但海贼们依然凭借自己的毅力成功登顶。显然，按照留言所说，只要藤蔓足够坚固，海贼们的确可以攀爬上去。但是如何让笼子荡到悬崖边才是最大的问题。当你在酒吧跟别人起冲突时，空酒瓶砸他的头和拿装满酒的瓶子砸头，哪个会更痛呢？亚当断定空瓶的暴击率会更高。为了得出这个结论，留言组决定来一场酒吧互殴。杰米拿来一个橄榄球头盔，上面装载了一个力度感应器，将头盔装在假人老兄头上。杰米拿了一瓶装满酒的瓶子奋力一砸，但似乎跟青岛啤酒玻璃是中国制造一样，头盔都快砸出裂缝了，酒瓶却依然完好无损。通过传感器得知，头盔平均每次受到了107 G 的加速度，而人体承受的极限不过才10 G， 这足以给真人造成严重脑震荡了。杰米决定给老兄摘下头盔，假人老兄再次遭罪，玻璃在老兄头上炸开。愤怒的杰米一口气砸了34瓶啤酒，老兄平均每次受到了28 G 的加速度，但换成空瓶结果又会如何呢？杰米把假人老兄当作亚当，狠狠地砸了99次后，得出老兄受到的撞击平均为23 G， 但头铁的亚当认为杰米每次的挥臂强度不一样，就会导致实验数据不统一，于是亚当制造出了新型具，一个可以自动拿酒瓶砸头的机器。亚当用猪头测出了打碎瓶子需要的力度，同时用果冻做出了一个仿真脑袋。当酒瓶狠狠地砸向果冻脑袋时，果冻大脑疯狂晃动撞向颅骨，如果换成人的大脑，后果将不堪设想。当亚当换成空酒瓶之后，看起来暴击伤害就要小很多了。为了继续检测酒瓶对头部会造成哪种伤害，杰米用等量的牛肉做了一个仿真人头，当装满酒的酒瓶砸向人头，假人头的肉末飞溅，满地的牛肉已经能看出伤害值了。而当用空酒瓶砸向人头时，看起来威力不足以让人面部骨折，所以通过测试得知，空酒瓶不容易砸死人，所以用空瓶。装酒的瓶子容易砸死人，会犯罪，所以千万不要用装酒的瓶子。据说诸葛亮曾发明一种古代武器火龙，号称世界第1支2级火箭导弹。火龙升空后会喷射出10支小火箭，堪称古代工程重火器。今天留言组就要测试这条中国古代留言的真实性。首先要测试火龙是否符合空气动力学，是否能够平稳的飞行。卡利根据史料留存下来的图鉴，决定做一只火龙的迷你模型，然后拿到宇航局去测试风洞问题。留言组将火龙模型水平放置在机器口，并由风洞机吹出40公里时速的风速。当用手去触碰火龙时，火龙开始不稳定的旋转，证明了火龙的稳定性并不好，不可能在风中飞行。卡利决定在史记的基础上给火龙增加了一个尾翼。在第2次测试中，
很显然，火龙可以稳定的在风中保持平衡，也就是说，这个设计是可行的。接下来就要解决如何让龙口喷射出火箭。托利将普通弓箭改装成小火箭，并做出等比例的火箭筒，这看起来似乎更像一把加特林。在测试中，火箭能够笔直的射出去，这意味着火龙有了足以致命的火箭质。接下来，流言组来到沙漠，根据卡利的模型等比例做出了1.8米高的火龙，将托利设计的发射系统嵌入其中，并且给发射系统加装了6秒的导火索。测试开始。火箭起飞后，起稳定作用的尾鳍掉落了下来，火箭开始继续旋转，2级火箭依然笔直地发射出去。这次试验结果足以将流言运用到战争实践中。流言组决定来一场导弹大战，他们返回工作室，重新制作出了10只火龙，并在732米外放置了一批中国军队。10只火龙到底能消灭多少个敌人呢？终结者同时点燃火龙，但只有7个成功发射，也就意味着有70支箭射向军队。但结果是军队似乎有股神秘的东方力量，终结者们只在现场找到40支箭残骸，只有10支箭射进了军队区域，但却没有打中一个士兵。所以根据测试结果，火龙的存在似乎是可能的，但作为一个工程武器，似乎还远远不够。国外有位小哥在自己身上包裹了数层气泡膜，然后从3层楼跳了下来。但气泡膜真的能够给人提供足够的减震吗？杰米拿来了替身使者假人老兄，亚当温柔地给老兄体内装了加速度测试仪，然后将假人吊到11米的空中，完美的一摔让假人保住了全尸。老兄的状态目前很稳定，根据测试仪的数据，老兄在无保护的情况下跳楼，承受了300G 的加速度，这相当于一场车祸的4倍。那如果按留言所说，给老兄裹上厚厚的气泡膜呢？假人老兄能否逃过一劫呢？留言组给老兄包裹了10厘米厚的气泡膜，穿上保护衣的老兄再次被重重摔下，但老兄承受的加速度达到了260G，依然没有生还的余地。亚当决定自己亲自上阵，但是在跳楼前，他们决定在实验室做一个小型测试。人能够承受加速度的极限是10G，由于工作室高度有限，亚当将老兄吊在了4.6米高，接着让假人重重摔在40厘米厚的气泡膜上。这一跳虽然完美，但冲击力依然有39G。接着他们把厚度增加到了80厘米，可怜的假人老兄依然受到了30G 冲击。这也意味着想将冲击力控制在10G 内，那就需要4.6米厚的气泡膜。但是本身假人老兄就是在4.6米掉下来，换算成11米的高楼，假人老兄就要穿上15米厚的气泡膜，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留言组决定换种尝试方式，他们将气泡膜做成卷纸状，像床垫一样铺成2层。假人老兄这次依然受到了30G 冲击，但当把床垫增加到4层后，假人老兄受到了15G 的冲击，老兄活下来的希望越来越高了。得到数据的亚当非常兴奋，他将床垫的圆筒改装成圆锥形。相信科学数据的亚当决定穿上新型气泡膜。有了科学保证的亚当能否活下来呢？手杰米将气泡膜厚厚地裹在亚当身上，当气泡囊达到了90斤后，亚当已经感觉到呼吸不顺畅了。在裹完第3层后，穿着130斤气泡囊的亚当只能任人宰割了。杰米用吊车将亚当运送到试验点，为了安全起见，这次跳楼的高度设置为4.5米。但当准备测试时，却突然刮起一阵大风，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多年好友的杰米很担心亚当的安危，立马安排吊机将亚当松开。包着气泡膜的亚当重重地摔在地上，但幸运的是亚当完好的活了下来。气泡膜的包裹让亚当只受到9G 的冲击力，这已经接近人体极限了。于是留言组同样给老兄包裹了3层床垫，然后让假人从11米处掉落。这次老兄就没亚当那么幸运了，假人躯干受到29G 的冲撞力，而他的头部达到了48G 冲击。如果换成亚当，可能留言组就已经在吃席了。据说当有不法分子在车里安装了定时炸药，只要往车里注入水泥，水泥就能阻止炸弹的爆炸波及。因为在大街上测试炸药，邻居们可能不喜欢。玩了2年半炸药的留言组来到了一片广阔的山地。这次的测试简单粗暴，他们将会炸掉2台汽车。为了让爆炸有参照，留言组决定先炸掉一辆空车。他们拿来了38公斤的炸药，并在四周放置了多位假人老兄。当杰米按下引爆开关，金属碎片犹如暴风席卷，假人老兄家族几乎团灭，简直就是一场弹片大屠杀。爆炸威力显然大过了预期，看起来10米内弹片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接下来杰米将炸药固定在车上，并且滴滴过来一辆搅拌车，不断地往车里注入水泥，但意外也接踵而来。由于炸药的重量不足，被水泥冲刷偏离了安全位置，亚当只能冒着被炸飞的风险，徒手钻进车里将炸药掷回原地。16吨水泥注满货车后，留言组逃离了作案现场并引爆炸药。
出人意料的是，水泥似乎阻止了爆炸的余波，假人家族幸运地存活下来。大量的冲击波被水泥所吸收，但细心的杰米发现有一部分炸药竟然没有被引爆，看来是水泥的覆盖弄断了导爆索。追求真理的留言组决定再炸掉一辆车，这次他们将炸药放置在密封的木箱内，再灌满水泥。这次水泥能否阻碍爆炸呢？这次爆炸直冲云霄，假人家族再次惨遭团灭，爆炸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也意味着混凝土不能保护你友好的邻居们。留言正式破解。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汽车能够抵挡8级大狂风吗？除了擎天柱外，这部装甲车或许可以一战。留言组借来了一部龙卷风拦截手钢铁帝王号，车身由4.5吨、5.7厘米厚的反浩克装甲组成，最薄的玻璃都是国产2.5厘米厚的防弹玻璃，底盘甚至配置了4个液压板及30厘米的钉刺。这部战车甚至号称全球防风第一，但这真能扛得住8级大狂风吗？为了能够制造出足够的狂风，留言组用了一小部分经费买来了一部波音747飞机，飞机引擎能够产生20吨以上的推力，扇叶的旋转能够造成龙卷风的效果。为了测试飞机的威力，杰米开来自己的代步小汽车，当飞机启动后，飞机尾部瞬间产生了400公里的飓风，汽车引擎盖被掀开，甚至整部汽车被吹飞了15米外。看来杰米下班只能坐波音747飞机回去了。接下来留言组将2辆帝王号开到了飞机引擎后面，8级大狂风再次吹出，绿色装甲车犹如泰山般屹立不倒，红色装甲车的基底开始出现晃动并滑行起来，但由于底盘够低，导致飓风无法穿透下方，狂风始终无法将装甲车掀翻。理论上车内的人员至少会是安全的，所以经过测试，装甲车的确可以抵御大狂风。但贴心的留言组认为，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帝王号防风车，于是他们决定制作一个人人都买得起的可以随身携带的防风装置。为了减轻风速和碎片袭击，亚当认为应该把装置设计成锅盖形状，能如同跑车流线车身一般让风从上面吹过。但当亚当将设计好的模型进行小型测试时，模型被吹得七零八落，锅碗瓢盆不同的形状似乎都不太管用。而杰米的思路则更加清奇，他认为只要面对飓风时趴在地上，减少受力面积就不会被飓风吹跑。于是杰米设计出一款鲨鱼形状的装置，上方有一个鲨鱼状的尾翼，底部有铆钉可以牢牢抓住地面，表面也能起到防御碎石作用，还可以方便收纳随拿随用。看起来杰米的设计是可行的。杰米用帐篷、铝合板、聚乙烯材料等比例的设计出一个合适大小的装置。为了测试前方的铝合板能否保护好头部，杰米拿来了空气炮，它可以发射出321公里时速的碎片。而亚当这人能处有事，他是真傻，他钻进了防风装置里面，一旁的急救人员随时待命，杰米则拿着空气炮将一块木头射出。万幸的是，亚当再一次活了下来。所以杰米的装置看似简单，但有时简单的才是实用的。接下来他们再次从仓库开来波音747飞机，勇敢的亚当独自站在飞机引擎的气流后面。当飞机引擎启动，尾部产生的风速达到了209公里，勇敢的亚当看起来无法独自面对自然的威力。接下来杰米将穿上他的防风装置，当飞机再次启动时，躺在地上的杰米还能苦苦支撑，但飞机加大动力，风速超过300公里后，杰米的防风装置瞬间就被扯开了。但作为胖子的杰米幸运的没有被吹走。经过检测，杰米发现是插入地下的铆钉出现松动，导致顶部装置被掀开。于是他将各项装置全部连接在一起。经过改良后的杰米再次迎接飓风的挑战。这一次，坚强的杰米挺过了300公里时速的飓风。为了让节目能够正常播出，留言组决定停止加大风力，换下吓傻的杰米。经过测试，杰米的装置的确能有效地抵挡飓风，而飞机的引擎能够产生极具威力的风力。所以大家下次去旅游千万不要站着飞机引擎后面，还是乖乖坐在座位比较安全。据说在高速行驶的车上，有人从车窗随手丢出去一个饮料杯，直接砸破了前方来车的挡风玻璃，导致无辜的司机死亡。为了检测这条留言，留言组决定先测试出哪种类型的饮料伤害会更高。首先，杰米会将塑料杯装在40米长的空气炮中，气阀会将空气压缩，杯子会从炮口以210公里时速发射出来，打在钢板上，并触动传感器检测出杯子的破坏力。留言组依次测试了去冰汽水、加冰块汽水以及冰沙饮料。经过3轮测试，装满碎冰的冰沙饮料造成了4386磅的冲击力，但这力度能够击穿挡风玻璃撞伤司机吗？试验者依然请上了我们的假人老兄，老兄将坐在加长版的副驾驶上。当车辆加速到64公里时，亚当将饮料抛出，完美砸中老兄的挡风玻璃。仅64公里时速，杯子就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力。当车辆加速到了每小时96公里时，饮料正中靶心，整个挡风玻璃都被击穿。但假人老兄似乎逃过一劫，身上没有明显伤痕，但这定会间接使司机造成严重后果。为了能够直接将司机置于死地，这次他们换了一个足够牢固的挡风玻璃，并将塑料杯换成了汽水易拉罐。但亚当似乎天赋不佳，
汽水罐只砸中玻璃的角落，司机依然完好无损，这是留言组不能忍受的。但鉴于节目组已经没钱再买挡风玻璃了，为了能精准击中司机，杰米直接将空气炮改装成小砰砰枪，直接对着假人老兄来了一炮。直击胸口的一炮将传感器直接打烂，所以经过验证，随手乱扔塑料杯砸到挡风玻璃可能不足以致命，但造成的后续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当你开车不慎冲入水里时，你必须等到车厢内灌满水，使内外压强相同时，你才能有足够的力气推开车门逃出去。这样的自救方式真的可行吗？据美国媒体统计，一年平均有11000台汽车因事故冲入水里。为了检测自救的可能性，留言组的试验就简单多了，连人带车开到水里去就可以了。杰米随机开来了一辆幸运粉丝的车，并且为了不让汽油污染水域，杰米直接将汽车引擎拆掉，并且将等重的铁块装回车里，以此保证车辆的质量不变。接着，留言组以科学的名义来到了当地高中的游泳池，用起重机连上铁链将车子吊起来。亚当将会在驾驶位为科学献身，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在亚当旁边放置了氧气管。如果亚当即将溺水之时，这或许能救他一命。杰米则穿上诱人的潜水衣，坐在后排静观其变。测试开始，起重机将汽车吊起，准备扔在水池里。亚当紧张地不断深呼吸，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在泳池里吓尿了也没人发现。随着汽车不断入水，汽车开始缓缓淹没水中。亚当在车里已经感受到压力，水从汽车的缝隙开始渗透进来。当汽车完全进入水中，亚当用尽全力地开门。尽管亚当拼命地垂死挣扎，但是车门却无法打开。在亚当呼吸即将到达极限时，杰米将呼吸器给到了亚当，而当车内完全浸满水后，亚当才能打开车门游回水面。看来结果不容乐观，从水开始淹没亚当到游出水面，亚当花了2分钟时间，几乎用完了氧气管的所有氧气。2分钟对于一个溺水的普通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所以根据测试，车辆入水后的确要等到灌满水才能够打开车门逃生。但一个普通人真的能够撑到灌满水的那一刻吗？据说当你觉得你的特斯拉速度不够快时，你可以在车顶装上一枚火箭助推器，这样你就能以560公里的速度横穿沙漠。当你撞上障碍物之后，你甚至可以飞行1.6公里远，然后就可以全村吃席了。但火箭真的能让车飞起来吗？留言组决定要吃到这顿席。亚当来到粉丝家里借来了一辆雪佛兰汽车，并且偷偷的把内饰拆掉。为了给火箭腾出空间，亚当将后备箱切割成2半，同时避免火箭掉落成为导弹。杰米给缺口安装了钢架，但是谁都不想成为这部车的第一任司机。他们将车交给格兰，格兰给车内部加装了无线电遥控和摄像头，这样他们就能把火箭车当成遥控车来进行测试。但无线电的遥控距离有限，为了避免危险，留言组决定驾驶一部巨型公路战车，将它升级成擎天柱级别的防御，来实时控制火箭车。所有装备齐全后，留言组来到了撒哈拉沙漠，他们将沙袋搭建了一个小减速带，给火箭车作为起飞点，并铺设了一条90米的跑道。但考虑到火箭的重量，他们在车头加装了钢架保持平衡，然后在尾部装上了5枚火箭弹。为了不让爆炸波及，格兰将火箭车遥控装置安装在卡车副驾驶中，这样杰米就能在卡车里操控火箭车。一切准备就绪，火箭车真的能在沙漠中飞起来吗？亚当将车辆加速到每小时80公里，卡利则在指挥处点燃了火箭。火箭点燃后，汽车飙升到每小时322公里，通过路障带后失控，在空中翻滚了2年半，只留下一堆艺术品残骸，看起来已经没法还给粉丝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辆特斯拉不可能在空中飞出1.6公里。但资金终结者们可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搭建了一座19.8米的起飞坡道，并再次借来一辆汽车进行改装。这次他们将火箭增加到6枚，升级过的火箭车能够飞向蓝天吗？第2次测试开始。显然火箭车是飞了起来，在空中飞行了10秒钟，翻腾了2周半后，汽车再次变成残骸。虽然没有留言说的飞了1.6公里那么远，但对于终结者们来说，是一次非常伟大的胜利。当2辆车以80千米时速相撞时，根据牛顿不知道第几定律，汽车受到的撞击力应该与一辆车以80公里时速撞向水泥墙相同。但博学的杰米却认为，汽车受到的撞击力应该是以160公里时速时撞向水泥墙才对。为了挑战牛顿的棺材板，杰米决定用为数不多的经费买了几辆小汽车，准备以科学的名义开始搞破坏。于是留言组来到了试验场，
这里有一条390米长的滑轨，终点的发动机将会用缆绳拉着汽车撞向水泥墙。当亚当在小汽车各个位置安装了加速度测试仪时，就意味这部车要踏上自己最后的旅程了。第一次试验，发动机将车拉到了80公里每小时，但愿他们给车买了保险。A wall of steel. 慢镜头下车就像撞上了泰山一般，车头向内部凹陷了1米。而根据测试仪得到的数据，汽车80公里时速撞向墙壁时，受到了近58G 的加速度撞击。接下来，杰米继续拉来了一辆崭新的汽车，这一次他将以160公里时速撞向墙壁。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有如此快速度的撞车场面，毕竟我们开高速也才120公里。巨大的冲击力将汽车撞得粉碎。万幸的是，机智的留言组这次并没有在驾驶位。而根据数据得知，这次小汽车受到了185G 的撞击力，足足是上次的3倍，甚至车身都缩减了一半。这下再也不用愁停不进车位了。但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会停止。有了基本数据之后，就可以尝试2辆车相撞了。留言组再次忍痛抽出剩余不多的经费，再次购买了2辆汽车。当2辆车迎面相撞时，结果又会如何呢？最终测试开始，2辆车相隔390米，互相以80公里时速撞向对方。充满科学的撞击让2部车看起来充满真理。而从数据得知，黄车受到了52G 冲击力，红车受到了58G 冲击力，也就是说忽略掉误差，它们与一部80公里时速汽车单独撞墙壁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经过了严格的测试，杰米挑战牛顿第3定律失败，同时还赔上了半个月工资买了4部汽车。据说只要人的速度足够快，就能够实现水上快速奔跑。外国很多小伙都相信中国古代存在轻功水上漂。为了验证这则留言，留言组需要请到一个跑得足够快的男人。由于还是请不到苏炳添和博尔特，留言组退而求次请来了世界第5快的男人华莱士·史皮尔蒙。但华莱士显然没有信心，他认为自己只能够在湖面跑上3步。为了更好的对比，亚当和杰米决定先一步尝试。他们穿上了特制的防水跑鞋，以跑弧线的方式延迟落水时间。自信的杰米首当其冲，刚踏入湖面就犹如深水炸弹一般沉入水里。看来自信并不能解决问题。接着轮到亚当尝试，亚当更像是直接跳进水里一般。经过多次尝试，留言组认为速度才是在水上行走的关键。于是轮到飞人华莱士上场，他的100米最好成绩是9秒96，仅比苏炳添慢了0.13秒，比博尔特慢0.38秒。速度是否就是测试的答案呢？测试开始，华莱士健步如飞地向前冲刺，但在入水那一刻沉入了水底，看起来并没有比亚当和杰米好多少。但华莱士并不服气，他认为只要速度够快，或者通过调整步伐，就一定能短暂实现轻功水上漂。可是事实并不像田径场那样付出就有回报。华莱士接连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微小的速度差距并不能实现留言。看来换成速度更快的苏炳添、博尔特也完成不了。接下来留言组决定动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这场中国古代轻功绝学。给你100万，要求你从30米的高空蹦极跳下，然后准确地咬中桶里的苹果。你敢去尝试吗？为了验证试验是否真的可行，留言组直接花一小部分经费买下一座泳池，接下来用塔吊升到30米的高空。有恐高症的杰米首当其冲地成为第一个测试对象。当杰米从30米高空跳下后，命运仿佛跟杰米开了个玩笑。杰米被吊绳不断地在空中摇晃，隔夜饭都差点呕吐出来。而杰米距离水面还有大约30公分的距离，这显然是咬不住苹果的。于是留言组重新调节了一下绳子的长度，但愿绳子不要调得过长了。第2次跳水，杰米的头部完美地进入水里，给自己的秀发洗了个头。在确保绳子的长度没有把杰米摔死之后，接下来就要测试精准度了。留言组在泳池放置了一个红圈，再次充满人性地将杰米推了下去。尽管杰米无法控制自己的落水点，但杰米的光头依然精准地掉落在红圈内。这样一来，长度和精准度都具备了。接下来就要在红圈内放置苹果，杰米能够准确地叼起苹果拿到100W 吗？终极测试再次开始。所有的苹果都从杰米嘴巴划过，尴尬的杰米只咬到了红圈。就这样，杰米与100W 擦肩而过。但是已经饱受折磨的杰米没打算放弃，他准备做一个科学牙齿道具，加强咬合力，并且开始了魔鬼训练。从地狱特训回来的杰米，这一次结果又会如何呢？据说曾经有个穿背带裤的男人，他在1500米高空飞行的飞机上打了一场高空网球赛。这种事情除了跃前龙马外，真的有可能有人做到吗？为了验证留言的真实性，留言组决定开始进行魔鬼网球训练。在教练无微不至的贴身指导下，开
凯莉进步神速，而为了还原飞机上强烈的风阻，他们搬来了几架小风扇。虽然风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球的轨迹，但在经过几次尝试后，格兰还是可以很大程度的保证到接球，也就是说流言有实现的可能。接下来他们准备登上飞机机翼上打网球时，但一个坏消息传来，保险公司对飞机上打网球出事并不报销，于是他们决定自制一个不用飞行的低空飞机。他们设计出一个倒三角的铁架模型，然后将模型放置在卡车上，就可以模拟飞机飞行时的风速。有了设计思路后，格兰开始用铁架搭建机翼模型，并且不断地用三角固定机翼，以保证机翼的稳固。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一个试验者。为了能最大程度还原飞机飞行时的气流，他们去菜市场淘来了一个飞机尾巴，以及顺手买了一辆大卡车。经过几天的改装，一架汽车飞机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让我们的幸运儿穿上背带裤，在机翼上来一场网球比赛。据说血滴子在古代被称为兵器之王，拥有一个血滴子就相当于拥有现在的一支手枪。血滴子被使用者抛到敌人的头颅上，瞬间就能绞断敌人的脖子。而流传血滴子的设计图被雍正皇帝销毁了。流言组为了复刻这把中国古代武器之王，决定分头行动，用现在的技术制造出血滴子。格兰的想法是借用捕兽夹的原理，但捕兽夹太过于敏感，不适合远程攻击，于是他改变了设计思路，在一个双层圆环上安装了5个极其锋利的刀片，通过拉环让刀片瞬间出鞘，但在测试的时候却差点误伤自己的肾，为科学献身。而托瑞的想法则是一切从简，他借用了陀螺的原理，制作出一片锋利的铁环，通过拉力带动铁环旋转来达到切割的目的。而凯莉的想法则更加直接，通过欧洲断头台的原理，在铁环上安装了一把锋利的刀片，只要用力一拉，断头台就会启动。为了不让掉落的头颅弄脏地面，他们都在武器上安装了面罩回收，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接下来他们就要亲身试验谁才是武器之王，于是他们来到了简易的皇宫后花园。由于血滴子是远程攻击，他们首先要测试武器的精准度，但由于凯里和格兰的武器设计都过于复杂，很难能够精准命中目标，而托瑞的武器设计轻巧，能够更加容易的命中目标。接下来他们制作了一个仿真人头，并且连接上猪的脖子。凯莉的断头台血滴子并没有一刀毙命，假人老兄的脑袋只是被硬扯了下来。而格兰的武器局限性则更大，必须在目标头上垂直拉起触发刀片机关，而结果也才是割破了猪皮。只有托瑞的设计似乎更加实用，他的陀螺血滴子在铁环的拉扯下，旋转切割的方式砍下了目标头颅。为了能让杀伤力更加利落，托瑞将铁环内部改装成了锯齿状，而陀螺血滴子也不负众望，杀伤力也提升了一个等级。而通过终结者的试验，血滴子的确可以用于暗杀，但是在目标不断移动的时候，血滴子很难够精准的命中目标。每一种兵器都凝结着古人的智慧，虽然无法判断血滴子是否真的存在，但这个武器手法的确是过于残忍了。据说吴京能用铁丝网徒手挡下火箭弹，国外也有位小伙用子弹击中了迎面而来的火箭弹，并且成功引爆火箭弹，干掉了敌人。为了验证这条留言，留言组在网上购买了一批火箭弹。为了检验弹药的质量，他们朝着快递小哥的拖车发射了一小枚火箭弹，拖车瞬间被炸得飞灰烟灭。因为火箭弹前方有一个锥形弹头，一旦弹头触碰到目标，包裹的弹药就会被瞬间引爆。而为了能让子弹能够精准地与火箭弹头相撞，他们将绳子拉出一条直线，将火箭弹固定在绳子上，火箭弹就能迎着绳子直线射出，并且对面的枪口也会同时发射子弹。当子弹和火箭同时发射出去后，子弹击中了火箭弹头并成功引爆，但爆炸产生的威力能否干掉发射火箭弹的敌人呢？格兰拿出了他9块9包邮的左轮手枪，而通过测试，左轮子弹速度为570米每秒，火箭弹的速度为51米每秒。根据留言所述，男主和敌人只有24米的距离，如果他们同时发射子弹和火箭弹，那火箭弹将在射出4.8米后爆炸。但问题在于火箭弹的点火到发射的启动时间需要大约1秒钟，这也意味着火箭弹还没发射，左轮子弹就已经打死敌人。而为了模拟与子弹相撞的情况，留言组决定在敌人18米的身后发射火箭弹，这样给了火箭弹充足的启动时间，以及能够刚好在敌人4米前与子弹发生碰撞。当火箭弹发射出去后成功被子弹引爆后，火箭弹在敌人面前发生了爆炸，但因为推力的作用，火箭弹并没有对身后的敌人造成有效伤害，这也证实了子弹挡火箭弹的留言被破解。那么如果换成徒手用铁丝网，结果又会怎样呢？据说森林里的熊猫会为了寻找食物，会去抓破停在路边的飞机，而由于飞行员赶着上班，便用一整卷胶带修补了破损的地方。那么用胶带修复的飞机还能让人升天吗？为了检验留言的真实性，留言组买了一台小型飞机，整个机身都是由伸展性极好的聚乙烯材料所制成。但是由于熊二没有档期，凯莉就自制了一堆熊爪子，开始大肆破坏飞机。经过凯莉的发泄后，飞机的机身已经破坏不堪，骨架也已经暴露了出来。
刘彦祖还请来了一位自愿尝试的飞行员。刘彦祖想先让飞行员先驾驶这部破旧飞机试飞一次，但飞行员不想事后让交代修补自己，于是刘彦祖只好勉强先修补飞机。他们沿着气流的方向开始用胶带加固飞机。当加固了2层之后，刘彦祖觉得已经可以了，毕竟不是自己人飞行。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做跑道上进行测试。飞行员为了能多活一段时间，决定先开着胶带飞机绕着跑道环绕1周。而幸运的是，飞机可以正常在跑道滑行。于是飞行员准备开始尝试上天。尽管天空中的气流给胶带造成了不小的阻碍，但飞机还是保持住了一定的飞行高度。他甚至觉得活得太久没意思，开始在空中驾驶着飞机进行杂技特演。当飞机飞行了40分钟后，飞行员完好的驾驶着飞机降落，看起来不需要为飞行员进行胶带修复身体了，这让刘彦祖觉得有点遗憾。于是他们拆掉了飞机表面的所有材料，开始用胶带来完成整个飞机的外壳制作。为了测试胶带飞机的可控性，他们拿来了家用小风扇，它可以吹出时速80公里的风速。而经过测试，在高速强风下，飞机表面并没有出现解体。于是他们再次找来了刚才升天的飞行员。当飞行员开始操控胶带飞机开始加速，这时跑道开始刮起了强风。这时飞行员为了保命，立马说到天气不适合飞行，飞机只是离开了地面1.5米而已。但经过这次测试，也足够说明胶带飞机飞行的可行性。如果让你驾驶这辆胶带飞机，你认为你可以成功的升天吗？据说有位小伙在用热水器洗澡时，热水器突然爆炸，而爆炸后的热水器犹如导弹一般直接飞向月球。这时刘彦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把热水器水平放置，是否会变成一个简易的大炮呢？为了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亚当将快递小哥的车上画了一个靶子，接着在木头上放置了一枚热水器大炮。为了不让大炮向后面发射，刘彦祖在后方放置了一辆3吨重的拖拉机。而经过40分钟通电摩擦膨胀后，热水器终于忍不住刺激发射，而发射产生的威力直接将小哥的汽车炸飞。虽然爆炸的威力很可观，但杰米却认为热水器并没有射出东西，威力还远远不够。于是杰米决定在容器内放置炮弹和热水器来增加威力，而亚当认为又粗又长的管子才能射得远，于是在热水器前方加装了一个12米长的铁管。接着刘彦祖在家里仓库找到了一门大炮，然后朝着砖头堆开始发射，而这门大炮成功的将40块砖头击碎。接着刘彦祖把大炮替换成改装后的热水器，热水器起反应后再次发射，而装备的炮弹却只砸烂了第一面砖头墙而已。看来刘彦祖的军火梦再次被终结了。你有没有担心过路边的油罐车可能会随时的发生爆炸？据说国外一家清洁公司给油罐车做高温清洗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工人将正在高温状态下的油罐车关闭了阀门，使其密封，并且暴露在户外让雨水淋湿。然后因为内外温度差距过大，油罐车内部产生蒸汽，加上外部压力的挤压下，将油罐车产生内爆压扁了。为了检验这则流言，刘彦祖将要开展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实验。流言幕后团队有着丰富的人脉，他们曾经买过波音747和 RPG 火箭筒，也曾向政府申请过在飞机上扔部汽车下来。接下来他们就要去研究如何购买一部油罐车供他们实验。在这段时间，亚当、杰米决定先做一次小型实验。亚当在小汽油罐内加了少量的水，密封后开始不断的加热，使内部的水开始蒸发形成蒸汽，而温度差和压力差瞬间将铁罐挤扁。这个科学原理就跟你小时候对着可乐瓶撒尿，尿液冷却后瓶子就变扁了的原理是一样的。既然原理是正确的，那么只要将实验对象放大就可以了。于是他们搬来了一个大铁桶，同样加入水后开始给铁桶蒸桑拿。这一次他们足足等了30分钟，铁桶都没有反应。但是当铁桶的温度继续下降时，突然砰的一声，巨大的压力再次把厚度达1厘米的铁桶给挤压变形。科学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接下来他们开始模拟油罐车的实验。亚当将数个铁桶连接起来模拟油罐车的形状比例，并且拿来了清洁公司常用的蒸汽清洗机。当蒸汽机将铁桶的温度加热到了93摄氏度，铁桶里布满了高温的水分子。在经过7分钟的冷却后，铁桶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再次产生内爆，数节铁桶被挤压变形。比例精准的模型所需要内爆的时间也更少了，这也为流言组炸油罐车给予了充足的信心。接着幕后团队终于向石油公司借到了一部油罐车，但是却没规定归还时会完好无损。这座油罐车甚至能装下11万升的液体。亚当拴着安全绳跳下油罐车内部检查，因为油罐车主要运送各种工业化学物品，所以很可能会产生遗留的有毒气体把人毒晕，但安全绳可以保证发生意外时，杰米能够把亚当的尸体完好的拖出来。接着流言组拿来了巨大的蒸汽清洗机，开始对油罐车进行全方位的清洗。高温的蒸汽挥洒下，油罐车的表面温度很快达到了110摄氏度。亚当为了科学，冒着烤焦的风险之身爬上了油罐车，将阀门关闭，接着开始人工降雨对密封的油罐车喷洒。所有流程都严谨顺利，
油罐车内部也在不断的产生蒸汽，气压的不但减少，让油罐车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科学总是无聊的，刘彦祖等了1个小时，油罐车都没有发生爆炸。杰米认为是这辆油罐车太过于崭新坚固的原因，于是他们再向石油公司借来了一辆濒临退役的油罐车，然后用大型抽气机抽掉了里面的空气，以此来模拟之前的一系列操作。但现实总是残酷的，破旧的油罐车依旧没有发生内爆，但车已经借来了，完好无损的归还是不可能的。亚当决定给油罐车施加一点外力，他借来了一部起重机，将一块7吨重的巨石吊在了油罐车10米高的位置，然后模拟意外事故，将石头重重地砸在车上，油罐车瞬间被砸出一块凹痕。接着再次重复之前的一系列操作。当油罐车内部再一次濒临真空之时，巨大的压力差作用下，坚固的油罐车如同被神明之手轻松捏扁，被石头砸出的凹痕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起到了关键作用，场面极度壮观。在刘彦祖的花费巨大财力下做的实验，正常情况下油罐车是很安全的，但如果是年久失修或者有伤痕的情况，就要格外注意爆炸的可能性了。最后刘彦祖该如何向石油公司解释圆圆的油罐车借出去为何归还时是扁的？当寒冰正面遇上火焰，结果会是怎样呢？据说国外有2个帅气小伙相隔18米，然后用灭火器和喷火器互相强力喷射，神奇的是2人竟然没事。那么冰与火真的会打成平手吗？首先，灭火器的原理是通过拔掉安全插口，通过压缩空气挤压2氧化氮，并对着燃料喷射阻绝空气，从而达到灭火的效果。而通过亚当的小测试，常见的家用灭火器的射程为8米，但这次由于当地法律限制，刘彦祖无法买到喷火器，没办法，只能由多拉杰米偷偷制造一个。为了测试杰米制作的喷火器是否能够使用，他们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于是他们来到了当地的消防局。杰米的喷火器原理则是通过喷管发射可燃性燃料，点火后达到持续的喷火效果。尽管火焰跟小杰米一样小巧，但亚当的灭火器依然不能轻易将它扑灭。小型实验并不能绝对证实流言，于是他们按照流言开始升级自己的装备。亚当想通过海贼王里轻质的冰冻能力作为原理，放大灭火器的同时增加一个高压水枪，当2氧化氮和水同时发射时，在空气中就会冷凝成冰霜喷雾，看起来灭火能力增加了一个档次。而杰米的思路则更加直接粗暴，只要提高喷火器的杀伤力就可以了。于是杰米开始将喷火器往军用级别的方向去打造。杰米给喷火器加装了更多的燃料和喷射力，通过点燃发射口的燃料后，喷火器如同海贼王的赤犬的流星火山一样，有效杀伤射程达到了20米，这显然比预计的杀伤力更大了。看来杰米想在测试中对亚当公报私仇，但亚当早已准备好了一个防火玻璃罩，它具有良好的隔热性，并且能够抵挡杰米的进攻。那么冰火对决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夜幕降临，亚当和杰米迎来了男人对决。当亚当拿着普通家用灭火器时，喷雾瞬间被杰米的火焰吞噬，灭火器拼命的喷射，但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像极了屏幕前的你。接着亚当拿来了加强版的灭火器，第一次对决实验时，灭火器的喷筒突然掉落，吓得亚当落荒而逃。而再次开始对决时，火焰不断地压制着灭火器的进攻，如果不是有着防火玻璃的保护，恐怕亚当已经可以打包装进盒子里了。所以很显然，灭火器是无法抵挡军用级别喷火器的进攻的，这就是轻质会输给赤犬的原因吧。据说在一个铺满地雷的雷区，只需用气垫船就能在上面不断的蹦迪，并且不会触发爆炸。而气垫船一般都是海陆两用的，并且时速能达到80公里每小时，且能够把重量均匀地分布在气垫上面。而为了验证这则流言，流言组首先需要制造出一片雷区，但由于保险公司不同意，流言组不能够使用真的地雷，于是亚当用压力传感器来代替地雷的制作，通过上面安装触发开关，并且通过电线连接，当传感器接收到信号后，地雷就会以空气炮的形式发动，而杰米则将地雷以 S 型进行排列，这样可以保证气垫船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地雷。经过2天半的持续工作，一片布满地雷的雷区就已经布置完毕。当杰米将地雷设置成反步兵模式时，地雷只要受到15公斤的重量就会被引爆。而亚当为了走得更体面一点，甚至戴上了眼罩。接着亚当走的每一步都精准地猜中了地雷，如果是真的地雷，那么亚当就已经领盒饭了。而接着杰米将地雷设置成反坦克模式，地雷需要受到136公斤的重量才会引爆。而流言组也开来了一辆装有加特林的吉普车，当重达1.3吨的吉普车碾过雷区时，地雷也精准地触发了爆炸，这也证明了地雷的精密程度是足够的。接着轮到最终流言气垫船登场了，帅气的杰米开着气垫船直接横穿了雷区，而气垫船也的确压过了大部分地雷，但惊人的是并没有触发爆炸。接着流言组将地雷从反坦克模式切换为步兵模式后，地雷触发爆炸将会变得更加敏感，并且这一次亚当用更慢的速度穿过了雷区，并且也没有触发任何的爆炸。
他甚至在雷区上面疯狂蹦迪，但作死总是无极限的。杰米将地雷压力设置成2公斤，这样你小便都可能触发地雷。但或许今天他们命不该绝，杰米依然无伤的通过了雷区，主要是因为气垫船底部的气垫将压力全部均匀的分担，并没有足够多的压强给予地雷，所以不会产生爆炸。而这也证明了气垫船的确可以顺利通过雷区，而狡猾的杰米却在最后开着气垫船冲了回去，只留下可怜的亚当在雷区里孤独的蹦迪。据说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遥远的昆之国，为了抵御黑子军团的进攻，昆之国的人民利用当地的冰块制成了大炮，并且击退了黑子们。那么用冰块制作的大炮真的可以用来打仗吗？为了检测这条留言，留言组决定先用冰块造出炮弹，因为大炮发射会产生很高的热量，如果冰块在正常大炮上无法使用，那么留言就会提前被终结了。首先留言组制造出了4种不同形态的炮弹，分别是纯净水制作的纯冰炮弹，以及加了大麻纤维纸张等杂质的混合冰炮弹。然后在某个网上购买了99还包邮的奥摩西大炮，他们在大炮后膛添加了230克的火药，这是奥摩西大炮发射所需的最小火药剂量。发射瞬间大炮能产生2万焦耳的能量，那这热量是否会把冰弹给融化掉呢？留言组在10米外放置了一个假人老兄小菜，然后点燃了大炮。意外的是，大炮竟然成功的将冰弹完整的发射了出来，并且把我们的小菜给击倒了。而通过数据显示，冰弹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080公里。既然冰弹可以成功发射，那么其他掺杂了杂质的炮弹就没有测试的必要了。而当格兰将大炮的火药增加到600克后，这是奥摩西大炮能发射的最大威力，而高温依旧没把冰弹分解掉，炮弹的时速达到了惊人的2500公里每小时。可怜的小菜再次被冰炮击杀。既然冰弹是可行的，那么留言组就开始着手制作冰之大炮了。而大炮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在大炮后管塞上黑火药，火药爆炸产生能量会传递给炮弹并发射出去。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用铁块去制作，因为那可太行了。于是留言组用大炮模具灌满水，准备制造出不同尺寸的大炮。因为冰块的坚固程度无法媲美钢铁，冰块太厚可能会导致炮弹卡在炮管无法发射，所以他们测试出最合适的大炮尺寸。而经过2周半的冷冻，冰块大炮的后膛也终于完成。留言组首先在直径50厘米厚的大炮塞上了225克的黑火药，爆炸产生的能量瞬间将冰块炸得4分5裂。但这不是测试制造冰雹的留言，于是留言组将火药剂量减少到了50克。虽然不是什么大爆炸，但冰块却承受住了爆炸产生的能量。而当火药剂量增加到了57克后，冰块再次被炸得4分5裂。这也意味着50厘米的大炮最佳火药剂量就是50克。接着他们拿出冷冻了2天半的完整版冰块大炮，并在140米外布置了一支假人小菜军团。留言组用远程遥控引爆了大炮，威力虽然不大，但冰弹还是被发射了出去。可惜的是冰弹没有击中一只小菜，于是他们再次塞入第2枚炮弹，但在发射的瞬间大炮却炸膛了。过热的能量冲击让冰炮无法承受第2次发射，所以经过一系列试验，冰块制造大炮击退黑子的留言就此破解。